哈苏这个品牌一直以来就是个非常独特的存在，喜欢的人对他爱不释手，不喜欢的人能挑出一大堆毛病，觉得他智商税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终于在时隔3年之后，哈苏推出了卖得非常好的 X2D 的升级版。这个 X2D2，它不是一个换代，只是一个常规的升级。因为按照正常命名的逻辑，它下一代应该叫做 X3D， 对吧？ We call X3D。但这次是 X2D2，因为只是一个升级版，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不会做得很长，主要就来回答一下你关心的几个问题：它升级了哪些地方？它的缺点是什么？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？还有它的价格，以及这个价格对应的画质是什么样的？所以欢迎收看我们 X2D2 的快速上手。那提起哈苏，你最容易想到的一定就是它1亿像素的这个中画幅传感器，那16比特色深，最高15.3档动态范围。那动态范围官方说比 X2D 提升了0.3档，我们实际用下来，这提升和感知真的不太明显。就相信我，你应该是不会因为画质的问题而对这台哈苏有太多的抱怨。那这次跟画面最大的提升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似乎就是哈苏这次推出的全新的一个色彩管线 HNCS HDR， 我把它简称为湖南长沙好多人色彩方案，也就是哈苏的高动态自然色彩解决方案。那为了让你看到 HDR 的效果，哈苏对这块屏幕也进行了升级，屏幕本身变成了 OLED 的屏幕，对比度强了很多，峰值亮度达到了1400尼特，所以你用它拍摄的时候，你会感觉你的照片比以前就是更亮了，更 pop， 更跳出来。会有这种感觉。那它直输的这个格式也变了，现在变成了这个 Ultra HDR JPEG 格式，所以你在你的手机，比如你的 iPhone 上面来观看的话，可以直接获得一个 HDR 的效果。那和常规的照片看起来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。所以从拍摄到预览到最终导出 ，X2D2 这次提供了一个完整的 HDR 解决方案。那唯一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，目前直出 HDR 照片的功能，你只能在自动曝光的模式下才能生效，手动曝光是不会激活这个 HDR 照片的。比如我们这个视频，你可以试试打开 HDR， 那看起来的质感应该和常规的照片有一点区别。对焦是这次哈苏 X2D2 最重要的升级，相比之前稀烂的对焦，这次哈苏给 X2D2 采用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案，它居然多了一个雷达模块，也支持了 AFC 连续对焦，基本上可以做到指哪不用等一会儿就打哪的水平。这次也新增了对于车辆、动物还有人眼的识别。那不说和索尼对比，但是反正它这个对焦目前好用了很多，这大大提升了出片率。反正这个激光雷达对焦系统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相机系统上面见到，并且是集成在机身里面的。那除了对焦，另一个提升出片率的东西就是防抖。之前 X2D 的防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这次 X2D2 有了5轴的10级防抖，我从来没听过哪个相机有10级的防抖，但综合用下来，反正就是更强了。我们测试了一下，双手夹紧站定不动，目前我们最长可以拍摄2秒的手持曝光，并且画面仍然清晰，依然可用，这真的超级牛。那作为参考 X2D 我们测试下来最低的出片快门速度大概是0.5秒或者再多一点，所以除非是严肃创作，用它来拍照基本上可以告别脚架。外观方面，这次 X2D2 由黑色变成了石墨色的外观，蒙皮也换了一种纹理，从细腻变成了更粗犷一些的纹路。那屏幕翻折角度变大，低角度拍摄更优雅，并且翻折屏幕的时候 EVF 不会再触发，这一点非常的细。那按键方面 ，X2D2 新增了一个微摇杆，手感非常的好，还有一个自定义按键，那前波轮也可以按下，方便你来快速的调整对焦模式或者别的参数。那尤其是这个摇杆，对于冬天戴手套的场景来说，方便了非常多。那另外，这次哈苏新增了一个3.5毫米的接口，本来我很兴奋，以为拍视频的功能要回来了，然后发现这是一个快门线所以说仍然不能够拍视频。其他方面内置了1TB 的存储速度很快，USB-C 线可以快速导出素材。如果需要更多存储空间，它也支持 CF-Express Type-B 的存储卡，可以插进去直接使用。电池这些也和 X2D 基本上保持一致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哈苏这次 X2D2 的升级看下来，就是对于对焦、屏幕、HDR 方案还有易用性方面都做了一些实用的改进。
但是不足的地方，你要我说也是挺明显的。比如说连拍，因为哈苏采用的是进阶快门加上1亿像素的数据量，所以连拍速度就是非常慢的，这没有办法。这次官方宣传是每秒3张，之前是3.3张每秒，相比以前反而还慢了一点。反正实际用下来，基本上就是你感觉不到它在连拍。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镜头群，目前哈苏的镜头群，我觉得镜头的素质真的还是挺不错，质感也很棒，但是价格就摆在这里，都是这样的价格，超级恐怖。然后镜头的数量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少的，尤其是缺少真正意义上的长焦镜头，也就是200毫米以上的镜头。那虽说1亿像素你可以裁切，但是谁不想保留更多的细节呢？那这次哈苏也推出了一颗新的镜头，就是这个35到100的全厅的变焦镜头，最大光圈 f2.8 到 f4，等效换算一下，相当于全画幅的28到76毫米，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变焦范围，用起来是挺舒服的，而且它也支持这个 AFC 连视对焦。那正好提到这个 AFC， 我想说一下，目前支持这个功能镜头其实只有6颗，别的这些镜头它都是不支持的，仍然只能按一下单次性对焦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这次 X2 的升级，我觉得是用哈苏的人会非常满意的，我自己也挺喜欢的。但是不用哈苏人可能会觉得，这好像就是一个很小的提升，它更多都是英文叫做 quality of life 啊，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一些变化。尤其是这个更快的对焦速度，确实让 X2 有了抓拍的能力，能够应付一些日常记录或者扫街的场景。但你说它有没有革命性的提升？不见得。那最后一个是我们最近新养成的一个爱好，就是打印和印刷。我觉得是这个相机最核心的一个功能点，就是我们发现它印刷出来的照片真的太有魅力了，真的很厉害。那最后就是价格，这个 X2 单机身价格是51900元，相比 X2D 首发的时候还便宜了3000块钱。那这个价格你怎么看待？我觉得要是从相机这个品类来看，它确实是真的贵。但是1亿像素的中画幅、哈苏的色彩，还有各种独特的操控体验，这都是它特殊的地方。这次屏幕对焦也的确都改进了一些。所以你会想买它吗？或者你的朋友想买它吗？也欢迎转发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看，也请给我们点赞、分享、转发，这么非常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